所谓的50肩，对吧？其实就是肩周炎啊。对，50肩就是他50岁左右发病的比例比较高。但现在就是也在不断提前，现在20多岁、30多岁也有。对，我比较多的就是40出头，现在就开始发病了。对我这个左肩膀就是40多岁的时候开始有的，可能就是老坐着，这坐的时间长了，反正不舒服，就是主要一边有啊。这就跟生活方式有关系的。对，尤其是这种干这种就是白领工作的，天天用电脑的，可能这种是不是容易得呀？就是单侧运动的多一些吧。就他可能他用鼠标用的多。对，所以就是两个肩其实上是相连的。然后整个肩胛骨是在那个胸廓，就是你肋骨上面滑动的，所以有肩周炎或者有肩部问题，它往往是胸廓先出问题，就是胸椎，就你说的，比如他先驼背了，或者他的肋骨活动有些方向是受限的，所以这个肩胛骨就没办法在这个变形的肋骨上正常的自如滑动了，所以它有的角度就是受限的，受限时间长了以后，它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这种肌肉筋膜慢慢就粘连在一起了。当所有方向都粘连到一起之后，活动非常受限，开始疼痛很重的时候，就叫肩周炎。如果你是单一的肌肉或者局部的这种活动受限的话，它不能叫肩周炎。明白了。哎，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比肩周炎更普遍的是颈椎病啊，对吧？对，就是这个我跟您说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啊。您是专业的，我是这个纯业余。就是颈椎病，我认为主要现在大多的孩子用手机嘛，就是天天低头看手机。那反正我们家孩子是基本上被我教育的就是用手机很少，但是呢，我发现当他们在用电脑的时候，还是经常低着头看电脑。然后我就把我一开始买了那种显示器增高仪，就是那种增高的台子。后来我发现那还是不管用，我就买了那种升降桌，或者说那种就是放在桌面上，然后能给你拉起来的，直接把显示器抬高到眼睛高度，就是它平着看。然后因为还有一个防近视的问题，我就买了那种近场投影仪，就是那种近距投影仪，直接把它的屏幕投到他面前的一个墙上或者一个幕布上。这个时候，它那个屏幕的中心点已经在它的视线上方了，所以他们平时用电脑的时候回家就是他是仰着头看电脑，基本上就是仰着头看一个大屏幕，而且那个大屏幕呢是墙面或者幕布的散射反光，所以没有蓝光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是用这种方法又防止了颈椎病，又防止了这个近视眼。我当时是这么做的，就是我家里，我用显示器，但我孩子他们都在用那种投影仪，各种投影仪，什么远的近的，反正都有。我们家好多投影仪，主要是为了防颈椎病嘛，让他在平时办公的时候尽量都仰着头，或者至少是平视吧，就不能低着头看电脑。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就是用的强度不高的话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用的强度高，你比如这种搞 IT 的，它这种至少每天6到8个小时都是处于同一个角度的话，他的胸椎会出问题。是胸椎出问题是吗？你抬头的时候，他胸椎的压力就更大了。所以现在一般来说，就是跟以前的观念都是不太一样的。以前可能8、90年代的时候，就是讲究标准姿势，就是你说的，哎，我把它抬高一点，然后坐直，然后很标准的这种姿势，就是最好的。然后现在就是大量的临床案例观察结果，就是有的人姿势很标准，但一样会出问题，只是出的问题可能不是说姿势不标准的那些人的问题，他会出现他特定姿势的问题。所以现在一般都是主张定期活动，就是你比如你对着电脑或者用手机，你半个小时要起来主动活动2分钟就足够了。2分钟就够是吧？对，2分钟就够。或者说是日本那边亚洲日本的这种物理治疗，它的建议就是15分钟换一个姿势。也就是说标准姿势都不成，你就说标准姿势你也得动一动，对吧？对，也要动一动，就是避免一个姿势时间太长。就是我们刚才说站桩的这个，你长期处于一个姿势之后，你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站桩嘛。你站时间长了，它一定会有紧张的地方，一定会有放松的地方。那紧张的地方，它气血就减少，时间长了它会疲劳，疲劳之后它就会想办法缓解这疲劳，尝试用其他的肌肉或其他的结构来代偿这个功能，继续维持这个姿势。然后它就会出现变形了，就是我们说的颈椎病也好，
出现的胸椎的变形、胸廓的变形、肩膀的问题也好，就是这就是治病的原因。那您这么一说，这也是同时避免了颈椎病跟心肺炎，尤其是看电脑，你15分钟起来，休息2分钟，正好也得看看远处，对吧？是啊，对，等于这也不错啊。对，这现在眼科也是就是这个建议嘛，就是20-20-20原则，就是你屏幕时间或者说看书的时间20分钟，然后起来看20尺以外，好像是20秒吧就可以。对，您知道我为什么问您这问题？因为我大儿子不是上大学了吗？那他上了大学以后呢，他宿舍里面可就没有那些什么我在家里放的那些玩意儿了，什么抬显示器的，什么进场不能随时用啊。对，进场投影仪这他就没有了。我就在想怎么办呢？因为他就回来跟我说眼睛有点又近视了。我是想怎么办呢？我说是把我这家里的设备给他扔宿舍去，还是怎么着？您这么一说，其实干脆就是让他就20-20，对吧？对，20-20还有什么20吗？20-20-20，三个20。第一个是20分钟，第二个是20分钟之后看那个20尺以外的远处，第三个20秒。看20秒，然后就回去该干啥干啥，是吧？这是眼科的要求啊。这是眼科的要求就是一个姿势30分钟以后，起来活动中等强度活动2分钟。那就明白了，就是我把这个综合一下。日本的标准就是15分钟换一个姿势，所以一般我这儿有这种搞 IT 的，他说我天天开会工作都是用这个电脑，问我怎么办，颈椎腰椎都疼，肩膀疼，手疼。我是这么给他建议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坐着电脑，大多数人都是正对着电脑坐嘛，然后我建议他就是90度，你把这个凳子转90度，然后身体是朝着它左边或者右边的方向，然后你身体扭转过来，扭转过来之后，你肯定是一边是紧的，一边是松的，对吧？等你觉得紧的那边紧的受不了了，一般就是5-6分钟或10分钟，不会超过15分钟的，你再转到另一侧180度。身体朝另一个90度，跟电脑90度的角度，然后再朝另一方向旋转过来，你去办公。不断的换姿势。对，您这个是他办公设备不能变，但是，我看有那种升降桌，就是你干着干着，你可以站着在办公工，然后你再坐着办公工，那种是不是也有用啊？有用，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只是说站和坐这个姿势太单一了，它没有旋转。您是加了旋转，左右还是不平衡。你坐的时候也是往一边偏，然后站的时候还是往一边偏。您是说转椅子是吧？对。你像我这种人，就是我是对着3块大屏幕，就是围着我，所以那我可以比如说20分钟在中间这屏幕上办公，换一个，对，20分钟变另一个，这我就算自己坐着，我也得转头了，对吧？对啊，对啊，对，像我这种搞 IT 的，我是习惯性的对着3-4个大屏幕的，就是围着我转一圈才成。还是我刚才那个建议嘛，就是你对着这个屏幕的时候，你要转过身，然后工作屏幕是另一个屏幕，就是你要让头和躯干也有一个旋转，有一个动作嘛。不要是老是一个姿势。等于你转来转去对哪个屏幕，你还是没动，就跟我说好多人跑慢跑一样，有好多人搞 IT 的，然后我想健身，开始跑步很慢跑。你慢跑那个姿势本身相对慢的话，你等于你膝盖和颈椎还是没动嘛，还是处于一个久坐的状态，那没有锻炼到你想锻炼的地方。因为我这个电脑永远都是至少3块屏幕，然后而且我都是保持正对着中间那个屏幕，然后我有的事是在左边干，有的是在右边干，有的是在中间干，然后所以我就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看来可能是我这3块屏幕管用了，对吧？您这一说要转椅子，我不用转椅子，我转脸就成了。转椅子就是能让你腰也动一动，腰和腿也动一动。对，明白了，有意思。你说一个我观察就是我们大学同学有2个同学就是大学5年，就在宿舍里面玩游戏，没怎么上过课，主要就是在宿舍里玩游戏，5年玩下来，脖子也没事，腰也没事，近视都没有，眼镜都不用戴，就他们没有标准姿势，最烂的那个宿舍那个椅子，有时候趴着玩，有时候躺着玩，他一玩好几个小时，就是没事。是不是还是因为年轻啊？我觉得就是他习惯的问题。这样挺好的，因为其实很多，包括我原来公司的，就是我那 CTO，就是他那个颈椎病就特别严重，因为
他那种电脑高手嘛，就是从中学期间就是那种国际竞赛的那种取名字的，就是一辈子都在用电脑，所以颈椎病疼起来受不了，就是因为天天低头用电脑，所以我孩子开始用电脑的时候，我就特别警惕这件事儿。我就想着好的习惯就没问题。您这个20-20-20跟那个15分钟动2分钟，我觉得我到时候把这个想想怎么给结合起来，然后跟我大儿子说，因为他现在在学校里面就是动2分钟是 WHO 的建议。OK， 明白了。您这个真是解决我一问题，因为我这大儿子就现在遇到这问题了，这学习紧张，然后这眼睛也近视了，背又驼回去了，那哪成啊？对，而且这个就是你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这种骨质不均衡、骨质疏松的问题。行啊，骨质疏松现在大多数都不是说营养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内分泌和它受力的问题。您说骨质疏松也是受力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骨质疏松是碳酸饮料干的呢。碳酸饮料不会骨质疏松你喝不了那么大量。就是说能引起骨质疏松的饮料的需要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太大了，是吧？你喝碳酸饮料没那么大量。就是你骨骼，我牙齿就是骨骼嘛。那你如果是说已经通过喝这个碳酸饮料让骨质疏松的话，那你肯定是牙先骨质疏松。但牙没听说牙是先骨质疏松。因为牙是一直不断的它在咀嚼，它在咬东西，它在用，它在受力。受力的情况下，就是钙质会沉积在这个骨骼上。我顺便问您接着说啊，不受力的话，不受力的时候，骨骼里面的钙就会游离，就会变成骨质疏松。所以长期瘫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就是骨质疏松的。活动少的人，他就容易骨质疏松。主要不是家庭妇女，她不出门、不晒太阳，她就特别容易骨质疏松，因为她运动少，她肌肉没力量。然后骨骼受不了那么多压力的话，它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来支撑嘛，它就会钙质就会流失，就会疏松的。所以跟受力有关，而跟这个什么没那么大关系，那就解决了我一个迷思啊，因为我要跟他们说这个碳酸饮料少喝。这少的里面含糖太多了，主要是。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喝无糖的，当然那里面有阿巴斯了，这个无糖的饮料。喝那个苏打水，就喝这边是不是那个。对，我 water 嘛，对 tonic water 什么的啊，明白了。那我顺便问一个，这是医疗的术语，我不知道，就是骨质疏松跟骨密度，这是测骨密度，是不是就是在测骨质疏松啊？是，但是骨密度现在检测骨密度的方式，一个是照 S 片，一个就是它有那个骨密度仪啊，对，骨密度仪是特别不准的。就是体检时候一般都是用骨密度仪，那东西看来就是不成是吧？没什么可信度，那个太不准了。就是你要明白，它不是说骨质疏松不是全身骨质疏松，全身骨质疏松一定是你的内分泌和代谢出问题了，它是一种疾病，然后大多数所谓的骨质低啊、骨密度低，它测的可能就是你胳膊啊、腿啊，脊柱啊，脊柱骨质疏松就相对少，你如果脊柱骨质疏松的话，那个非常会容易出现压缩骨折啊或其他的变形，但实际上脊柱我们是一直在受力嘛，它受力的情况下。脊柱是最不容易骨质疏松的。如果你脊柱骨质疏松，全身基本上骨骼都会骨质疏松。OK， 我明白了。说到这儿，您说的这个骨密度仪，我又要打岔了。就是我买了一堆医疗测试的东西，就是有什么那种测血糖的手表啊，有什么测肺活量，反正这些东西，这些测量的东西，比如说我有那种手持的什么测那个体脂率的，我发现这个天差地别，而且同一个品牌的，比如说我都买那欧姆龙的，但是它那个用地面的那种秤测的体脂率跟它那种手持的完全不一样。当然了，我估计一般的人也不像我这么变态，就买一堆医疗测试工具。但是这种民用的医疗测试工具是不是这个可信度都不高啊？比如说就是500块钱以下的这种，一般精度都不够。而且它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我从中医的理念来讲啊，就是它这个就太机械化了，就是单一指标是吗？就算测单一指标，单一状态，它就是这一瞬间的状态。但人是活着的。就比如刚才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特别有意思一个事儿，就是好多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这个病人啊，他平躺的时候是不疼的，对吧？他不是24小时都疼的，他坐的时候疼，或者他拿重东西的时候疼，还有好多这种膝盖的问题，他蹲的时候疼，他跳的时候疼，他走路都不疼，他坐的时候也不疼。但是你看去医院，他去照片子都让你躺着进去，或者你站着这儿照，它都是一个静态的那一瞬间的状态。
明白了。那你查它疼的时候那个姿势有意义，你查它疼的时候那个动作有意义，你查它不疼的时候那个突出有意义吗？我觉得对临床没有指导。中医就是讲究这个整体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光看局部，光看一个数值，你要看这个活人嘛，你要看这个人的状态，看他这个动态的评估，要看他整体结构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叫结构动态诊疗法嘛，就是我们要动态的评估这个人他是什么动作的时候疼，他打球他就发球那一瞬间疼。他不打球是不疼的。你说弄这个仪器，它只能说它检测那一瞬间的状态，对，它真的是你需要的那个状态。对，反正我是这种，只要是一个测试仪民用的，我就买了看看，然后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然后您说的这个骨密度仪，我就考虑过，因为我有回测，就给我测出骨质疏松来，我就觉得不可能，因为我每年体检的时候我测不出来，我说今天就测出来了，但是就是用骨密度仪测，不就是新活嘛。就是说新活，你去看那些体检地方都给你测前臂的，对，好像测小腿呢，他怎么不测这个脊柱的呢？就是他给你测出来以后，好给你卖东西是吧？对啊，而且那个东西那个标准都是能调的，想让你骨质疏松，没有人是不疏松的。您这给我去什么祛魅了？这确实是北美这边要注意，就是因为这北美这边加拿大，它日照冬天的时候相对少，还是要补充这个维生素 D3 的，就还很重要，就是晒太阳晒的不够多，对，因为这加拿大这冬天是白天太短了，我靠，5点钟，现在我们这4点半差不多天黑了，这种不够嘛，然后通过饮食摄入也很难满足需求，夏天爽，夏天9点半才天黑，这冬天4点半就天黑了，受不了了，对，明白了，行，这个不光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它会影响内分泌，影响这种神经，对，很多人会出现这种慢性疲劳啊，出现抑郁的状态，都是跟这个缺乏有关系。包括这个新冠也是，它追溯的这个实验也是提示，好多新冠重症的，还有死亡的案例，他体内都是严重缺乏维生素 D3 的。然后轻症的一般它都是不缺乏，或者是轻度缺乏的。所以我还是得买点维生素 D 是吧？因为我是买那种 Costco 那种大的善存片什么的，我家里是有那种。有的 D 的含量不够，就是再补充单独买一个维生素 D 的东西，对吧？D3，第2的话是有毒性的，D3是没事。我一般是善存片，然后加上那种 B 族，就是那种B 族的维生素片，然后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个维生素 D 在冬天。夏天应该是不用，夏天晒的时间长着了。你看人小孩的话，小孩和这个中年以上女性可能还是需要，男性如果就是户外活动比较多是不需要。冬天我是户外活动太少了，这没地儿去，然后就算是活动也是去攀岩馆，也是室内。行，那咱们这个妆该往下讲了是吧？咱们这个站桩跟这个半小时打岔，估计被我打出1个小时去。下面该讲什么了？该讲是八字绕桩了吗？对，八字绕桩就是走路，还是动桩嘛。这个八字绕桩的，我用阿拉伯这个数字啊，其实不是说特别精准，它实际上应该是2个这种圆形，就是咱们说的正常的这个圆形。为什么这么走呢？也不光是八卦掌是这样，我们就是很多传统的练法它都有这个。因为我们日常的大多数人的行走都是往前走的比较多，往后走就是比较少或者基本没有，然后往左右旋转，就是说我们转向这个动作也跟这个往前走是差很多的，所以锻炼的时候我就是要刻意的去练这种往左右偏转的这种运动。就是2个圆，对吧？2个相切的圆。对，所以我们练的时候呢，有2种方法。简单的话，你就先找一个东西，比如拿瓶矿泉水瓶啊，拿个什么东西做一个这个圆心，圆心，然后你以这个圆心的大概直径是2米左右，这个空间就够。直径还是半径？半径2米吧。直径就行，半径也可以。行。就是圈子越大的话越简单，圈子越小越难。都可以试一试，也看你自己的空间吧。我在室内的话，我这个大概是1.5米左右，就是也就相对小一点。反正就是绕着一个东西转，对吧？对，就绕着它转圈。然后最好是你每一步呢，它这个脚都是
稍微有点角度的，不会有这种出现正直这种往正前方的这个方向。我明白。然后那怎么着转呢？其实也不用八字了，就是我可以绕着一个东西，就是绕一个圈嘛，绕一个圈，先顺时针，再逆时针，比如说，对吧？对，我们先顺时针，然后再逆时针，就是它从你两个方向就都转到了。圈越小越难，对吧？对，圈越小越难，一开始就稍微转的大一点。然后要领呢就是，比如说我站在这个圆心的一侧，然后我往右前方这个方向去转弧度嘛，对吧？往右前方这个方向去走的话，这个时候你的头要稍微偏转一点，往右边偏转到你的视线正好是通过这个圆心，然后往远处去看的，不要低头啊，还是看着高处。不是看那个摆的那框圈是平的，而是平视，但是要通过圆心是吧？通过圆心就一直是看着这个，然后你的头呢就一直是保持这个角度，然后去转这个圈儿。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头和身体的这个角度是不变的，一直保持这个角度。明白。然后手就还是保持手平展的状态就可以。手平展，但是脚这种时候应该是平行不了的，对吧？它是一个动态平行，就是你两个脚嘛，你就是一个脚等于是往外偏转的，然后一个脚是往内偏转的。然后它还是一个相对平行，但不是说我们正直的这个平行。那是顺时针转多少圈再转逆时针的，还是转一圈顺的，转一圈逆的呢？我觉得就数字一样就可以。你说喜欢就是转一圈正的，转一圈逆的，就也可以。你喜欢说正的转10圈，然后再反着转10圈也可以，但是数字最好是一样的。走路的速度就是正常走路速度是吧？最好是比正常走路稍微快一点，对，稍微快一点，步子要比正常的要大一点。明白了。您说这个我比较有感觉，因为我滑冰嘛，对吧？这滑冰八字绕桩就是标准动作，这最基本的练习动作，对吧？对，你得重心往一边歪，然后你还得把那个一只脚重心压到前面去，反正就是滑冰的时候，一般大多数人都是往一侧转得顺，往另一侧转就得费点劲。是走路应该可能也是这样，对吧？对，就你重腿和肘腿的分工不一样。对，这个你练多了，它两个就都能互换了。对，我滑冰的时候就是逆时针转就特顺，就是那腿压重心也能压过去，然后反着转就是顺时针转的时候就得费点劲，就觉得不成，可能就是跟两条腿哪条腿的支撑腿有关系，对吧？对，明白了。这个它就不用说像滑冰那么快，所以它相对自己调整的余地就更多一点。对，但是其实我们玩滑翔伞的时候也是干这个事儿，因为八字绕就好像是任何体育运动的一个基本动作。但是玩滑翔伞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求眼睛看着那个圆点，就中心点，否则就会晕在天上，直接就晕了。如果你看着有问题，是这样。你要不看的话，好多人就是转都会转晕的。对，它只有通过圆心点的时候，视线在那块儿时候不晕，因为那块是定的，只要看歪了，直接就晕了。那咱们这个通过圆心点往外看，这个其实主要也是练的颈椎是吧？不是为了晕，因为你走路没那么快，对吧？它又不是在天上，它在地上，那主要是练的是肌肉，对吧？它其实练的是脊柱。练的是脊柱的状态。脊柱也会跟着往这边旋转。然后因为你往这个照着这一个方向去转嘛，它会有一个向心力，有一个离心力。其实你身体往一边偏转之后，它受重力的作用，就跟我们刚才练躺桩是一样的。你整个内脏和大脑里面这个压力都是会往一边更倾斜一些。就你刚才问数字，就是说，其实转多到一定次数之后，那个感觉会更强。一般一开始就是你就正着一圈，反着一圈就可以了。或者说我们八字就是你做一个起始点，然后两边各放一个圆心嘛。然后你顺时针转这圈，往右转一圈之后，回来头转到另一边，然后再往左边转一圈，这样就是一个八字了。按您说，就是说实际上一个方向多转几圈，其实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感觉更强嘛，对吧？对，但是不要追求那么强的感觉。OK， 对。你像那个穆斯林他们这个苏菲派就是旋转舞，单向旋转，然后转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也会出现这种各种出神啊，各种这种你身体的体内的这种变化。明白了。
就是转太强了，就按您说的转太强了又出偏了，对吧？走火入魔出偏了。也不一定出偏，就是想出偏也没那么容易。对，但是不好控制。有时候你比如你正好是本来这边一侧的这个大脑，它就处于这种淤血的状态啊，或者是处于压力比较大的状态，它就有可能有危险。明白了。那其实我看您说到现在这个小练型、手平展、脚平行，包括这个躺桩、站桩，其实都是练你平时不练的一些东西，对吧？对，平时你做不到的一些事情，要抽空做一下，省得锻炼一下这方面的感觉跟肌肉之类的。就是跟汽车是一样的。我们这车要停车库里老不动，或者你想想它如果就是你就每次都光往右转不往左转，那肯定是会出问题。明白了。八字绕桩是这么一个意思。这就懂了。那这八字绕桩其实就很简单了，对吧？就是对，但是这个是也有可以有很复杂的练法。那你保持手平展的状态下，然后手摆不同的姿势去绕，它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我说到这儿，我问个题外话，就是原来看小说的时候，经常说那种大雪天，那有人走路走好久好久，又走回原路了，然后说是因为这个两条腿不一样长，跟这个您说这八字让我突然想起这件事了。这个从医学上来说是这样的吗？就是说，因为人的两条腿不一样长，所以要是没有视觉参考情况下，基本上会走一个大圈走回来。我原来反正我看的书里边、小说里边，或者说各种什么历险记啊，都是说在荒原里面或者雪地里面走了半天，发现自己脚印，然后以为看见人了，再往前走，发现是自己的脚印。就是说他在不停的原地绕大圈，跟您这个八字绕桩，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小说情节应该不是真实。行，我就打岔问一下。他会走回来，不是说两个脚这个不平衡，它是实际上是有更深层的原因。行，那就因为反正我是觉得那个长短脚这个好像是两条腿不一样长，这个很多人都很常见。商业营销的概念，这也是假的，是吗？不是假的，它有这种现象，但是对人的影响没那么大。两只脚差5厘米以内，成年人不会有任何感觉的。按您说的，他平时他既然已经差了长短了，其实他已经平时就习惯了，对吧？他反正他人体能自己调整。对，他通过膝盖啊，通过骨盆啊，它可以代偿的。对，明白了。行，那八字绕桩就是这些了。八字绕桩看来很简单的一个事。这细讲的话就比较复杂，就不讲那么细了。行，反正这么着，先练，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到时候咱们可以再细讲，对吧？因为今天不是讲的都是初步的东西吗？对。那后面再下一个是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单盘掌跟双盘掌了，对吧？对，这个就更简单了啊。我说一下，你是做出来就是两个手都是保持手平展的状态。然后我们先左手为例吧，左手就手掌朝上，然后放在身体的前面的正中的位置，然后右掌就是手掌朝下，跟它叠在一起。接触上吗？接触上。碰上啊。接触上，然后我们先从第一步啊，第一步就是左手就一直是保持不动的。我们单盘掌就是左手一直不动，一直保持这个位置不动。然后右手第一步呢，先往正前方，然后掌根移动到你的左手的中指指尖的位置。第二步移动到你的大拇指在小手指的外侧，左手的小手指的外侧，右手的大拇指。然后第三步是你的右手的中指的指尖到左掌的掌根。然后下一步就是右手的小指到左手的大拇指的外侧。再下一步就回来了，就回到正中。不回到正中就是回到前面那个这个对前面那里就画一个圈嘛。这就是盘掌。这练的是肩吗？我们说的动作要领，你感觉一下啊。就是两个手肘都是伸直的，手肘要平按。对，两个手肘都是伸直的，不要弯。可是手肘伸直了的话，那我怎么能做到右手的掌根贴到左手的指尖上呢？那俩胳膊都已经伸直了，
够不着啊。如果你的肩膀和胸椎都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够到，你试一下。就是说得靠调肩是吧？得扭肩，靠你的肩来动。我明白了。肩关节伸展，然后展开，然后再缩回去。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我得侧肩就能够着了，对吧？我得侧一下身子。OK。对，尽量不要侧身子，尽量就是让这个肩关节它的这种放长和收缩。那要是把左手伸直了，完全伸直了以后，右手在上面转还是挺费劲的，是挺费劲的。如果不转肩的话，有难度嘛。所以才这么练嘛。我刚才是弯着胳膊肘啊，我说这东西挺简单的，我以为你说给伸直好，左手伸直了，我这右手转出去那可是费劲了。那这个是在整个拉伸我的肩这个部分拉伸的很开，对吧？对，就是把肩关节的所有角度都活动到。然后你的胸椎相应的高度，就是我们这个手的高度，你一般高的话是大概到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低的话一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在这个之间选择高度。它就可以调节相应的椎体和胸廓，包括颈椎。就是说我这个左手伸直，但是左手的高度最高到眉这儿，最低到肚脐这儿。然后我这种单盘掌就是实际上可以练很多地方了，对吧？对，其实可以更高，但是更高的话普通人用不上，就没必要那么高，也没必要那么低了。那都是极限的练法，就是普通人就不需要了。行，不过这个我现在是坐着，坐着练，我觉得费劲。待会儿量完线以后，我站着看看是不是会省心点，因为这个活动余地更大点。但是试一试。对，但是左手要是真的完全伸直了以后，这个是费点劲，不容易。应该就是生理上的极限，但是你练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觉得比较轻松，是吧？这有意思，这对我来说有难度。就是过程一定要慢，就是一个是要慢，一个是要匀速。慢速。对。然后第二步就是反过来，就是左手手掌朝下，右手手掌朝上。然后也是左手不动，右手转。转一试试。OK， 也是费劲，但好像比那边省点劲似的，不知道为啥就是阴掌和阳掌。刚才好像直接这个，刚才好像这个直接这个左肩膀就拉了一下似的，就是有感觉了，好像抻了点筋似的，挺舒服的。行，我知道这动作了，待会儿完事儿。我知道了，可能就是我50肩那，因为我左边那个肩周一直有点这个旧疾嘛，这边弄的时候就有感觉了。刚才那边就觉得费劲，这边现在觉得好像又触发了我那个肩的那些问题了。然后反过来就是右手不动，左手转嘛。右手不动，左手转。明白了。这个练起来应该有点意思，因为这个是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练习里面，对我来说体感最大的一个。体感大肯定是说明我对这个东西不适应嘛，对吧？然后就是竖掌，就是两个大拇指都朝上然后竖过来，这样弹。这个竖掌好像比那个容易点似的，我感觉。对，竖掌容易横掌确实难，我靠。是这是单盘掌，双盘掌就是两个手同时动。两个手同时动，那照着谁动啊？两个手同时动怎么个动法啊？就没有固定的手了，就是一个手往上的时候，另一个手往下，一个手。我明白了。我这是两只手同时动更费劲，我靠。两只手同时动就是你的胸椎会动，胸椎和肋骨会动。而这两只手同时动，好像就真的是不能侧肩膀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说为什么费劲呢？因为一只手动的时候，我实在够不着，我那个肩膀稍微侧一下也成。这两只手要同时动，你不知道该侧哪个肩膀了，我靠。然后要领就是眼睛不要看着自己的手，应该是看着远处。眼睛看着远处。用你的手去感觉，或者闭着眼睛也行，然后用你的手感觉你的手移动到的位置和你肩关节里面的这种位移动，还有就是你胸椎和肋骨这种错动。这个有点意思，这个对我来说，这是您说这个动作里面对我来说这个有难度挑战的了，这我得练。他好像不光是练了肩，反正他是他应该拉到了我，至少他拉到我肩胛骨那块了都已经。你这能练的东西非常多，可以打通夹脊关和玉枕关。真的，那太好了，那这对。然后你要想打通这个尾闾关的话，就是要加上这种肩胯互错。
肩胯互错，这怎么讲？就是得站着练了，就是以前是要求这种蹲马步，但是其实不蹲马步，膝盖稍微弯一点就行。然后手动的时候，两个骨盆就是左右这种扭动，前后跟着它一起动，然后不能太快啊，相对的同步的动，肩胯互错。这个比较难啊，这个掌握不了。这先算了吧，这个我估计到时候得，如果真练的话，得看着视频练了。这个用语言描述，但是你单反掌、双反掌练的比较熟了之后，才能考虑就是加上这个肩胯互错。明白了。所以我看您教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当于都是动功了，是吧？对，都是动功。而且动的都是平时不动的地方。站桩、躺桩的话，还是算是它是属于动功向静功过渡的这个。OK， 行，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倒是可以仔细练练了。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它就是很简单的小练型，它这个练不成什么神奇的功能，练不出特异功能，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游戏，就是你身体，你通过这个游戏自己玩自己的这个身体，玩自己这个肉身，把这个肉身的功能开发就行。对，我觉得千万别提这个神奇功能，因为我这儿就现在有嘉宾就跟我说，反正就是用的词儿都特大，你知道吧？就是用的都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词儿。我说这都谁告诉你的？说你这就是那个境界了。然后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哪看那些东西，然后弄得我就特无语。我都忘了他跟我说的什么，反正他用的每一个词儿，我当时都特感兴趣的给我写信说我到这个境界了，那个境界了，我想问问，然后一听到都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哪看的书说哎应该有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是意念就到了那个状态了，然后就认为自己是到那境界了，我也挺无语的。所以你看看刘冰那两本书，陈冰是吧？陈冰，对，我真看着，我是您给我那几本书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瞎练了，我说你哪报的班？说是网上报的班，1500块钱，说在线交半年。我说你退了吧，别跟着瞎折。看一广告，我给你发一好玩的啊！那天在群里看着，乐死我了。给我3天，还你1000年。给你拿，给你3天，还你1000年，我操！让你成妖道了。在泰国办单道培训班。泰国办单道培训班，单道速成，3天3夜。单道发给你了。单道速成也是，你看我这也是，我现在这个也是经常接到一些广告，就是接到一些说要求合作的，比如说要求什么要求对，单道速成我还没接受。我现在接的广告都是说你要不要合作，就推荐我们这什么命理课程啊、算命啊之类的。因为我最近不是有弄了好多算命的这个视频嘛，到处跟我说合作，我都不理。然后最后他们也不管我了，就直接把我留言区就开始贴链接，都被我删了。我看聊天室里也有，聊天室里也有是吗？因为聊天室我有时候没管，我靠，这了不得。我看有一个什么写的我是通灵老狐仙，要建群带大家炒 A 股。我操，真的？我是今天的聊天室吗？是今天的还是在老王那看的？我操，这必须得管，这他妈骗子太多了，我靠！哎呦，真受不了了。单反掌这个其实是很核心的功法，但是对，讲不了太细，就是大家这么练是对身体有好处，包括对心肺啊、对颈椎都是有帮助的。然后手啊、胳膊上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对，然后顺便说一下，您当年推荐过一个无名桩，对吧？对，无名桩我也可以配合这个练习，或者您再讲几下无名桩的一些原理吧，因为就是这种长时间的站桩对我来说其实挺痛苦的，因为我不喜欢在那一直站着啥事儿都不干。像无名桩您提到的说它是一两分钟就换一次，我觉得这个我突然就感兴趣了，因为这证明他应该练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就跟您的小练型差不多了。他就每天练6分钟嘛，就是6个姿势，实际上就是3个姿势左右。所以你自己也可以照他这个原理，你看一下他那动作，然后你找这个3个动作左右对称的去练，然后1分钟交换，1分钟交换，然后固定的就变成一个固定的桩法，然后你实际上就是你的3阴3阳都会有变化。这个桩每天就练6分钟是吧？他这个培训要求就是6分钟。
他不要求多练，那个多练不好的。好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单道也是这样，他所谓的火候就是说你不能多练，你转到特定的次数就不能再练了，再练就容易走火入魔的。那无名桩的话，也是跟您刚才这个站桩是一个原理吗？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殊的位置，造成你身体的气脉的一种特殊的运转方式，达到锻炼效果吗？这个人家有专门的培训，咱们就OK， 我明白。他肯定有他书里说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听完我之前说的这个，你去分析他说的道理吧。你主要是在练，你光明白是不行的，你还是要实际练。对。刚才您说的这些东西，反正我在这坐着，就除了刚才地板上躺了一下以外，我觉得坐着对我来说最有感觉的就是这个单盘掌跟双盘掌，就是坐起来马上这身体就有感觉，包括这个练了几下，我现在这个肩膀后面还热乎乎的呢，可能这肌肉就是有问题。还挺敏感的啊，是吧？对，这个练完以后都会有感觉，因为日常实际上肩关节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活动的其实是特别明显不够的。会得肩周炎就是因为日常生活你动不到那些角度。它本身肩关节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但是我们日常生活都是在这个前下向这个象限上去活动嘛。抬手都比较少，包括头顶都很少，往后活动的就更少了。那随着你年龄增长，它老是往一边动，它肯定就越来越往一边偏嘛。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问题。对，我是开始划船以后，肩关节就动得多了，因为这个各种划艇一旦开始，夏天我一点事都没有，我以为没事了。刚才一练这个双盘掌的时候，角度是受限的。对，刚才一练双盘掌的时候，突然我刚才不是说这个抻了一下吗？就是您是冬天的时候不怎么练，然后这个活动不够了，还是得多练习。所以您这个单盘掌、双盘掌应该是挺有用的，我觉得这练一下就感觉到了。对，它练多了以后，你胸廓的形状也会有变化。明白了。你其实也可以做个实验，就是你练个5到10分钟，然后你的呼吸应该就会发生变化。真的？我到时候连线以后练一下。对，上回咱们说到说了一个您推荐那个筋膜那滚轴那叫什么玩意儿？那个就是什么足底救星那东西。它那个东西按您的说法是，就是我先，比如说我在这个之前，我先这个闭眼站立，我测了，就是我什么都不干，闭眼以后单腿站立应该是18秒到20秒之间。但是呢，我如果要是连着站2回18秒，就是比如说我左腿心肌独立，然后我闭上眼，可能18秒左右我开始晃，然后就站不住了。但是我发现我站了2、3回以后，我就可以特别长时间的站4分钟都不倒了。这个是不是它也是达到了就是您那个足底筋膜滚轴的作用啊？等于我单腿独立实际上是一个更狠的一个这个足底这个筋膜滚轴的作用了，对吧？练的东西不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站桩的这个，就是你筋肌独立的话，它是可以很快让你能够独立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它有的这种动态的这种就相对少了，因为你不是说我只要求筋肌独立这么一条腿站着，你是需要走的呀。我们如果把这个走路行走，就刚才讲到机器人这个行走，人类这个行走，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是你的脚面接触地面，然后它要感知这个地面的形状，还有它的反馈的力量，反馈的角度，然后你的脚弓足弓还有脚踝的骨头肌肉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然后让你的这个足踝往上，尽量，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躯干，就是内脏部分和大脑，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它是需要一个动态的一个随时调整，所以是需要筋膜滚轴是练的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我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家具，我摆得越稳越好。你摆得再稳的话，你不动没事，你一动怎么办？你再加个外力怎么办？我推你一下，你怎么办？对吧？这个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筋肌独立有筋肌独立的效果，但是这个滚轴，我觉得是第一个，它难度相对低一点；第二个，它其实练的东西更丰富一些。对，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如果我想延长这个闭眼筋肌独立的时间的话，最简单的就是连着练2回到3回闭眼筋肌独立，然后基本上时间就可以拉得很长很长了。而那个足底筋膜滚轴没那个站桩就变成这种木桩的桩了。我明白了，我还以为如果我要是追求极速效果，我干脆直接练那个测试题就完了。看来不是，
我明白。那个说回来，这个足底筋膜滚轴，因为我这个已经到货了，我已经在用了。那我吃饭的时候也不应该用，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我比如说啊，我用电脑用了20分钟了，我站起来，然后我看远处的时候，那2分钟里面我踩一踩，对吧？或者是我站着干嘛？比如说我站起来听听音乐什么的，我站起来然后踩一下，一条腿练2分钟到5分钟，对吧？对，然后换一条腿。我也有病人，比如他就是久坐办公的，他就一边办公他就一边坐着这么滚，就是也对下肢防止它水肿也有帮助。但是坐的时候不是您说那个平衡板吗？我那个平衡板还没送过来呢，就是我坐的时候踩那平衡板，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法，更好一些，更好，对吧？就我坐着，我踩在平衡板上，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踩这个滚轴就完了。对对对，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动态训练嘛，就是我们说的还是动功。你把这个站桩，我们说的这个庄园的庄，你变成木桩的桩，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你只是硬把这个时间去拉长，但实际上你身体能不能放松下来，它内部的运转啊、气血、脏腑，它能不能够最大化的去运作起来、运化起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用那个桩，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动功，而不是一个静功。我明白了。所以它是你去当木桩去练，你去时间加长的话，也达不到这种打坐这种静功的效果。两回事。明白了。其实我觉得今儿聊的就是您当时写的那个几个小点，咱们终于聊完了，一个点能聊1个小时，还没敞开了聊。然后我还有一个，因为那天我不是说我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有一个事情我一直想问一下啊，我还买过一种那种倒立凳，您听说过？就是我直接把肩膀放上去，啪一下倒立凳。那这种东西从您的角度来，您建议这么练吗？就是这东西有好处吗？这个脑袋冲下，看怎么练法。这个湖北原来有一个医生，他就是倡导这个，他把这个病人悬吊起来之后，等于你脊柱的压力啊、关节的压力，它都受力方向都不一样了。然后在这种倒立状态下，他去做一些正骨的操作，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日常当做锻炼的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站桩的原理，你时间不要太长，因为这种倒立它等于大脑都是往这个大脑方向去淤血嘛。对，那时间长的话会有一定风险。对啊，一般建议就是刚才咱们说的30秒、1分钟，或者你最多3分钟、5分钟，你就起来了，就不要时间太长。做的时候呢，你要让身体放松，你去感受一下它重力在不同方向作用在身体的时候，你的关节的状态、肌肉的状态，这个时候效率才会更高嘛。而不是说我这把自己倒吊起来，我这还玩手机，那肯定就没效果。我明白了。那我看您练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方便的，练一些平时练不到的肌肉，所以我刚才顺便问了一下这倒立的这个东西。这个倒立椅子我反正用了以后我就一直跟着。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因为就我们练攀岩的，我家里有那种指力板，就是拿着手指头在上面勾着，然后练那个引体向上那种，就是或者挂的时间特别长那种。但是我不清楚啊，就是从您这个相当于正骨医生的角度讲，像这种比如说我就用2个指头或者一边1个指头那种挂引体向上，这个倒是对你攀岩是有用的，但是会不会将来会造成一些问题啊？就是对骨头压力太大，比如说，就是看你怎么练。还是看你怎么练。你如果就是硬让这个时间来延长来增加它的强度，就是会造成劳损。就是我们因为正骨的话，其实也是练这个指力嘛。它这个练法就是你要动态的练，你不要这种静态这种完全静止这种持续的去练。你因为要动态去练，就你比如我悬吊起来之后，你用1个手指头也好，用5个手指头也好，你要让身体动起来，然后让它这个重力在体内处于不同的角度方向去牵拉这个，然后人体的抗张力是非常强的，而不是说我去靠这个肌肉去给它维持在这个状态。就是因为攀岩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初期指力用不上，但是到了高级的状态以后，指力就非常管用了。你没有指力你就别玩了，就是你的难度永远上不去了。那练指力，反正我是买了那种各种练指力的啊，就是各种形状的球，或者球啊，或者那种光滑的铁面啊，或者那种粗糙木面，然后下面是带那个一个那个钩子，然后你可以在底下勾眼镜片，自己不停的把那眼镜片往上勾。那这种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我拿着一个球，然后它底下挂了多少磅的哑铃，然后把这球从地上拎起来。那这种专门给攀岩练的指力，但跟您的专业里面需要的指力练
有什么区别吗？您练指力是用什么方式来让这个指头力量更大呢？我都是用动态的，就是我这个指力是能用得上的。就是每个角度我想要的角度和方向都能用上。其实攀岩也是同样的需求，但是可能训练思路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代健身这块，它还是分析这个孤立肌肉的问题。攀岩练基本上那个是静态的，就是捏紧了，然后让自己的摩擦力足够大，或者能吃的力足够大。其实它就是练静态。像那您要是在您的工作里面要是练这个指力的话，用什么方式或者用什么器材练呢？我就特感兴趣。比较经典的就是这个第一个插绿豆。插绿豆 ，OK。你用一个钢啊，然后放在这个身体前面，然后也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单盘掌、双盘掌这个状态啊，然后两个手是内旋下插，然后内旋下插啊，对，然后手臂都是伸直的状态啊。它其实也是跟双盘掌、单盘掌练的差不多，但是方向更少一些。它是先内旋再下插，还是一边内旋一边下插？一边内旋一边下插。这还是真的呀！我就想周星驰那电影里面练铁砂掌，我一直以为这是假的，就是真的是插绿豆。通过这个腰胯的扭动，然后用这个腰胯带动肩，带动这个手臂，这种形成一个整体的身体的一个螺旋的力。这个力的时候，都是你每一个手指的力都是可以用到全身的力。所以你攀岩的时候，你去摆荡也好，你去把这个身体给拉起来也好，它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整体的力量，不是光靠一个手指的力量。而且还是得站着练吧，就是站在上面练，等于是您一边内旋，对马步，所以您一边内旋一边下插的话，等于是这个力从指尖通过胳膊到腰，到最后到腿到地上了，对吧？全身都在发力，就是让力量不要留在身体内，它是整个通过去。对，这我比划一下有感觉了。对，这就是动态练嘛。这就叫动态。然后一开始就是绿豆，然后慢慢就换成铁砂，但是现在一般没人练铁砂了。练铁砂，你还要再用药水什么呀，防止手的这个损伤啊，比较麻烦。绿豆就够了。就是绿豆。绿豆那个硬度还有它那个大小，其实就足够了。现在你也不跟人去打架什么的。你这一说，我就像电影里面练铁砂掌，这有这么回事。所以您这个发力等于是指头上的力，因为您主要是一种压力，对吧？要施加的一种压力。对，所以练到最后，你手不会变形，不会变大的。它实际上是你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力量，然后包括你手的这个硬度，还有手的这个力量传导会变。我明白，就跟打网球肯定不是用手腕的劲儿，而是直接用全身的劲儿似的，对吧？您这个也是一样的。那看来跟那攀岩还不太一样，因为攀岩要的是那个静态抓稳，它是要静态的那种稳，它不是要动态的去把它动下来，那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是一样，你练了就知道，那个绿豆不是说你靠一股劲儿去能插进去的，它等于你插的越深，它那个要求是更难的嘛。不是说靠猛劲儿的，它是一个怎么说你搅动的这个力量，然后它是动态，但是其实对这个耐久力也有要求。回头我试试，因为刚才您说的时候，我是在空中空插的，它不一样，你空气阻力没有多少。对，您是会越插越快，然后你要想匀速插进去还是不太一样。就是精确的控制力嘛，就是你不要多用多余的力，多余的力你正骨不就弄伤了吗？就是正合适的力。我刚才练这个空插这个绿豆，跟那单盘掌的感觉都差不多了，有点像了。还有一个就是一般就是拿这个铅球，6到8公斤的铅球，也是在这个身体前面，就是它是一个手这样竖着抓起来，然后那个8公斤的铅球挺大的，然后你要靠那个指力完全捏住，然后这个就是练持久力，持久力呢，然后它是要手掌提起来之后空手，然后这个球就自然往下自然落体了。然后你落的时候用另一只手抓住，给它再从上面抓住，再起来，就是等于一个是练插，一个是往练提的这个力。明白了，这有点像攀岩的东西了。但是攀岩是一个球下面拽着一大堆杠铃片，所以我估计我不敢松手，一松手砸脚上麻烦了。我们一般就是你在床边练，然后你这样掉到床上，就也不会砸到脚。对，我练这个时候是底下放2层那种垫子的，就是那种瑜伽那种软垫，万一砸地上，也不是把地板砸一窟窿。然后他练多了就是3根手指，然后2根手指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铅球就左右扔嘛，
就是水平的，左右往左手扔过去，然后接住抓住之后再往右，它有一段距离，这样左右它是要求水平，然后你要控制住，就是接住之后手不能说这个被这个铅球这个它有惯性嘛，不要移动，就是接住就停住，然后这样之后再停住，所以您这个练的都很专业了，这个我听上去我觉得就很难了。不是很难，练一练他那个用力模式明白了，身体很快就能学会的。行，那我觉得您想聊的这个5点咱们差不多聊完了，咱们今天聊的挺长时间了，然后这种各种功法我们都先练一练，练完了有体感，到时候再跟您继续请教，好吧？好嘞，好嘞，那詹医师再见。好，再见。好，拜拜。